眼前我们看到的这片建筑，便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曹操墓，也就是安阳高陵。它在上世纪末被发现，2008年被正式发掘，并于2009年被初步定为曹操墓。之后便是持续了10多年的论战。说白了就是，很多人根本不认可这是曹操墓，他们觉得这是假的。其实现在哪怕是主流学术界已经给这座曹操墓定了性，但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主要是因为曹操的名气太大了，但凡是个中国人，基本都能出来评论两句。你换成司马穰苴墓试试，参与质疑的人数能下降99%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。单单能把这名字读对的人，就已经是那个群体中的翘楚了。虽然曹操墓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发掘完毕了，但这边一直是一片禁地，它以前是不对外开放参观的，直到2023年这边才盖起了博物馆，并正式对外开放参观。而我们则是在2024年10月才正式走进了高陵的墓室，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博物馆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从殷墟自驾过去的，高陵停车场的位置很富裕，完全对不起曹操本人的高人气。景区入口附近有导览图，全价票价格是50元，据说买了殷墟票的到这边买票可以打折，而且背诵曹操诗歌，门票还能全免。这消息好不好啊？好是好，可惜我知道的太晚了，门票钱根本就没能省下来，这导致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然后我们路过了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，我还以为是高陵博物馆本体，其实这地方是游客中心，这太浪费感情了。一个游客中心修那么宏伟，让人空欢喜一场。越过了这个区域才是景区真正的入口，它的占地面积也不小，证明景区本体也很大，要做好废腿的准备。走过入口之后，就看到了一对红色的雀，再往前走一大段，就看到了曹操的骑马雕像，前边4个大字魏武挥鞭，则是毛主席所写的《浪淘沙》中的一句，这是对曹操的一句概括。再往前走，能从侧面的台子后边看到一个名叫曹营木匠血战到底的活动，但也没看到海报上有报名的2维码。然后再继续往前，就看到了一座红黑配色的建筑，远远的能看到曹操高陵4个字，这说明曹操高陵的入口已经不是很远了。附近还有高陵博物馆的结构图，这个结构很简单，毕竟是地下博物馆，也没法搞太复杂了。建筑的下边是一个附近地形的沙盘，我们能从沙盘上看到漳河以及邺城的遗址，这才是邺中城下漳河水，日夜东流，莫计春。附近带有方形孔洞的地面是陵前建筑的遗址，看颜色像是夯土材质的地基，而这些方中带圆的孔洞则推测为当初建筑的住处，而中间一小条颜色不同的地方则是昔日神道的遗存。现在我们沿着侧面的路继续向前走，这条路的左侧是一片未发掘区，它的后面则是围壕和圆墙，这个围壕稍微浅了点，不知能起多大作用，但是圆墙看起来就比较厚重了。再往前是南侧建筑的遗址，夯土地面上的坑里并没有筑处石，连点石头渣都没有。据专家推断，这是曹丕遵从曹操的遗嘱，刻意拆毁了高陵的地面建筑，从而落实曹操的薄葬理念。毕竟曹操这辈子挖了太多的墓，轮到自己下葬时，他当然就不愿意厚葬，怕贼偷，更怕贼惦记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博物馆门口了，南希跑得还挺快，这会儿已经不见人影了。我们能在门口的位置发现一整座高陵的结构图，墓葬整体是坐西朝东，东侧是长长的墓道，西侧则是庞大的墓室，而墓道墓室的尺寸大小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看了附近的数据就更是一目了然了。可惜的是，正版的高陵被封起来了，不给看。一会儿我们去后边看1:1复原的新造高陵。之后我们又往地下走了很久，终于来到了墓室的入口，这是后安装的旋门，两侧还有砖墙，想来这也是根据现实情况复制出来的。然后我们穿过旋洞继续前进，过了门之后是一个挂在夯土墙上的巨大的电子屏幕，这就是复制区的优点，只要有需求你就可劲儿造。如果开放的是原版墓室，那需要考虑的就多了。
如果我们往深处走走，还能在墓室的内部偶遇一些其他的游客，地下要比地上更热闹。如果抬头看，还能发现墓室内部的屋顶是一个向内收的四角攒尖顶，侧面的地面上则是木棺椁留下的残迹，连这个都复制过来了。下面我们进入高陵重现篇章，开始正式看高陵的出土文物。先从发掘源说起，曹操高陵的早期线索在1998年就被发现了，就是旁边的这块鲁钱墓志。这按说应该是一件近代文物，但它也是有争议的。很多质疑高陵真实性的专家从这块石碑就开始质疑了，他们说这块碑就是个赝品。但按照碑上文字所指示出的方位，人们也确实挖出了眼前的高陵。附近展出的老报纸和老杂志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讨论曹操墓。我小时候看报纸的时候，确实也看过近似的报道，但当时也是质疑的声音居多。在2008年，曹操高陵正式被发掘，而博物馆内也展示了当时的种种影像。我们据此可以发现，刚才看完的复制墓室，这个还原度还是挺高的。附近还展出了很多刻名石牌，这是一种高等级的随葬品。这类的文物在另一处的曹魏皇室墓也曾经出现过。周边还有一处表格，列举了曹操高陵出土的全部文物。经常下墓的朋友可以现身说法一下，这个规格算不算厚葬呢？我个人觉得不算。这个数字虽然不少，但大都是普通物件，没几个材料珍贵的。我们一路看过的实物也完全符合这个规律，真正看起来像真玩的，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件梅精虎雕，一颗水晶珠子，但也算不上什么稀世珍宝。但有一件东西，虽然材料不值钱，但是很重要，它就是魏武王常所用魏相石，说白了就是石枕头。根据专家推断，曹操头风发作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石枕头加热，垫在头颈位置，便可以缓解病痛。这玩意儿对于曹操来说，简直就是救命的恩物。现在我们乘坐电梯奔向上边一层，中途还遇到一个三国文化大讲堂，开讲时间是2024年10月13日，就是我们到高陵2天之后的事情。我们是15日去的高陵，前后差了2天而已。而后一个展厅的入口也并不远了。这个展厅是从东汉末年说起的，当时的那些豪强权贵垄断了全部的资源，底层人累死累活的，却连养家糊口都很难做到，所以爆发了黄巾起义，时局也陷入了动荡。曹操就是在那个时代崛起的军阀，他把当时的皇帝汉献帝迎奉到许昌，还建起了许昌宫殿。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许昌宫殿就剩一张图了，这还是按照杨修的许昌宫赋重新画的。附近只展出了一个许昌宫殿的住处，结果还是个仿制品。在割据时代，曹操采用了一种屯田政策，用官方的牛和田就给曹操上交60%收成，用自家牛种官田就给曹操上交50%收成。如果说他们这个税率太高不做人的话，那后面司马家那帮蛋子儿简直就不是人了。他们那个时代的屯田得照着7-8成交，所以没法理解呀。就魏晋这个时代还有人吹呢，明显是吃得太饱了。这个区域附近陈列的文物，不知道为什么几乎就没有高陵出土的文物。我仔细看了看文物展牌，发现都是从安阳其他地方所调拨过来的文物。在曹操的时代，他本人是推崇简朴的，这不仅是生前姿态做得足，包括死后下葬的时候也是按照薄葬的规格来的。原因咱们前面分析过了，厚葬容易被盗，没有人比曹操更懂盗墓。不过他个人简朴不代表他的亲族简朴，比如曹洪的钱就比曹操多得多，偏偏他还字子廉，这未免太讽刺点了。后面一组文物就都是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了。这边难得看到了为数不多的金器，还是一枚金纽扣，附近还有2件银器，名叫叶状银饰件。这组文物保存的太完好了，不仅见棱见角，而且花纹还这么清晰。然后是一大组的陶器，这些主要是用来吃饭用的。按说曹操这个级别应该是陪葬一大堆青铜餐具的，但高陵主打的是薄葬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陶器为主了。当然除了石具之外也有例外，看这边还有一件陶熨斗。博物馆我逛过了不少，但是这种文物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。附近还复原了古代的家具，和建筑一样是红黑配色。东汉时期的彩绘配色我了解的不多，这次算是打了个基础。
再往后是营建邺城篇章，邺城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，这些年这边还开了一个邺城考古博物馆，眼前邺城篇的文物都是从那边调拨过来的。其实我们俩从2024年夏天就筹划着跑一圈河北，当然也包括邺城，但这半年突发事件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没跑成，希望2025年能顺利去一趟。然后是曹操平定四方的篇章，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说的是曹操消灭了北方的多个军阀，最后基本统一了北方。其实除了中原军阀之外，周边也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，但在三国时代，这些部落根本构不成威胁。曹操打不还，基本是一鼓而定，张辽出马直接拿下。东吴那边的山岳就是孙权的韭菜地，隔三差五就割他们一茬。刘备那边更不知道收了多少少数民族将领，如果不是后来的司马家族不做人，哪能有什么五胡之乱呢？提到战争，那么在展出文物的时候，当然也少不了兵器和盔甲。兵器怎么都好说，在地下埋了千百年之后，前边的金属头起码还是完整的，但出土的铁甲就只剩下残片了，我们很难挖出一件完整的汉代铠甲。再往后的这个区域看起来就不像是展览区了，而是消费区，后边据说还有魏王简餐，不知道有没有曹操盖饭呢？这个可以有。最后走到尽头，看到有一个小展叫做高陵唱晚，我们看看都有些什么。头一件就是一块画面特别清晰的汉画像石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清晰无损的汉画像石。周边则是对汉画像石的介绍，这类文物就是对历史的生动还原与复现。后一组是高陵地区在宋金元时期的遗物，因为这个时候的瓷器工艺发达，所以出土的文物也是以瓷器为主，然后这些东西就都被埋藏在高陵上面的宋金元土层中。发掘高陵的时候，就顺手把这些也给挖出来了，但这边出土的瓷器基本上都是破碎的残片，现场几乎没看到几件是完整的。看完这些，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高陵博物馆。这一路走过来，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，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建筑都是后期补建的。在墓室之内也没见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物，因为高陵属于是薄葬，里边压根见不到奢侈品。看墓室的构造也没有关注太多，因为它没多少繁复的工艺，想看也没得看，那就只能借地怀古一下了。曹操一生的往事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复述个8、9不离10，所以大家肯定记得，在群雄混战的时代，曹操不止一次被人打到抱头鼠窜，狼狈不堪，但他还是一路笑到了最后，撑到了最后。道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，只要苟下去，活下去，一切就都有希望。那是万古不变的规律，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转移。就算冬天再长再冷，春天也会到来，就看谁能撑得更久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